欢迎来到知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蓝奕峰。欢迎收看启蒙论坛蓝鼠歇盖史，蓝鼠书讲世界的故事第14集。上一集讲到亚述帝国遭米底巴比伦灭亡，两强取代了亚述。之后，巴比伦又与埃及争锋。除了这几大势力之外，这时候近东世界还有另一个经济强权。在上集，我们讲到了米达斯王金手指的故事。最后，米达斯王在萨德城旁的溪流洗手，结果河里都是沙金。从这个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萨德城与黄金有密切关联，日后并成为吕底亚王国的首都，以金币闻名于世。在上古世界，各国货币大多以金银合金来铸造，但是金和银的比例不同，货币价值就不同。结果各国的货币成分都不一样，导致换算时会很麻烦。而且每当财政困难时，各国往往就会想发行含金成分较少的劣币，结果这样更是添乱。此时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手创了纯金币和纯银币，但由于当时爱琴海希腊城邦也有纯银币流通，因此克罗伊得以金币闻名，世人称为克罗伊金币。纯金纯银没有成分问题，当成货币广受欢迎，贸易因此大为发展。于是吕底亚与克罗伊本人都成为财富的代名词。欧美形容有钱人的谚语“富比克罗伊”，吕底亚就是此时的世界经济强权。吕底亚的意思就是华丽，可以说其实是华国。当时的米底巴比伦、吕底亚这三大强权彼此都是亲家。上一集提到米底与巴比伦联姻，吕底亚王克罗伊的妹妹乌居基则嫁给了继任米底王的武羌王，他就是米底善王的儿子。于是克罗伊、武羌王、尼布甲尼撒三大强权的领袖都是姐夫妹夫关系。三大强权稳固，彼此还联姻结盟，这下子应该没有人能挑战他们了吧？不料此时却从伊朗高原上一个小小多山的乡下地方，诞生出将来灭亡三大强权的人物，而他其实是武羌王的外孙。武羌王女儿喜姬出生时，他梦到女儿的尿淹没了整个亚洲。武羌王连忙找祭司来解梦，解读后祭司回报说，喜姬的儿子将灭亡米底，并取而代之为王。这一来，武羌王就决定把女儿许配给属下最为忠诚、最弱小也没有威胁的波斯安善王国。他认为这样安排就不可能造反。等到喜姬长大成婚怀孕时，武羌王又梦见女儿下身长出藤蔓覆盖全国，又赶紧再找祭司来解梦，解读后还是一样，喜姬的儿子将灭亡米底，取而代之为王。武羌王这下紧张了，立刻下令他最信任的军师大将军侵略处理掉帝国的威胁，也就是说，要他杀了上襁褓中的外孙，名为居鲁士。侵略责令王家牧羊人弥次下手。当时刚好弥次自己的新生儿子刚死，丧子之痛之余，反而交出了自己死产的婴儿抚养居鲁士长大。许多上古帝王发迹故事传说都有王家牧羊人的角色，常常都是王家牧羊人把主角抚养长大。居鲁士平凡的成长，10岁时与一众小孩玩国王游戏，轮到他担任国王时，贵族指示不听命令就下令鞭打，结果事情闹大。武羌王听说了之后，惊讶牧羊人之子竟有如此胆识，召见弥次父子。弥次吓得不敢隐瞒，只好说出真相。其实居鲁士不是普通牧羊人之子，他是皇亲贵胄，陛下您的外孙。武羌王生气侵略未完成命令，下令杀了他2个儿子做成肉羹，还命令他吃下。之后再端出两子的头与手，让侵略知道自己吃下了什么。从此，侵略与武羌王结下深仇大恨。接着，武羌王赶紧询问大祭司的建议，该如何处理外孙居鲁士。大祭司表示，居鲁士在山上与牧羊小童们玩耍的时候，当了牧羊人的王。虽然只是在玩，但是也因此实现了居鲁士当王的预言。现在居鲁士已经对国家没有威胁了，不需要杀外孙了。于是武羌王就把居鲁士送回安善，
与父亲和母亲团圆。事后侵略持续联系赠礼，与居鲁士交好，准备日后报仇。等到居鲁士的父亲过世，居鲁士继承安善王位。此时武羌王又感受到威胁，改变主意，决定出兵攻灭安善，授以侵略为总帅领兵。侵略认为报仇时机到了，劝说居鲁士起兵反抗，并倒戈加入，双方大战3年，最终居鲁士攻破弥底首都会稽城，俘虏外公。居鲁士留外公一命，并娶了阿姨善斯基成为弥底统治权的继承人。此后，弥底的各藩属国均效忠居鲁士。吕底亚的克罗伊注意到居鲁士的兴起，连忙前往求取神谕，以了解情况。在古希腊传说中，蒂姆盖亚派遣蒂姆巨蟒前来看守大地中心，太阳神阿波罗却斩杀了巨蟒，占据大地中心。巨蟒死后腐烂，弥漫严重尸臭，因此当地与死掉的巨蟒就以腐臭为名，称之为腐地。Pythia， 巨蟒称为 Python， 就是现代电脑程式语言 Python 的取名由来。腐地的首府本来叫做腐市， Python， 后来改名为蒂姆城。 Delphine， 日后发音转变为 Delphi， 长音译为德尔菲，就是现在城市开发工具 Delphi 的取名由来。神话故事反映了原本是蒂姆信仰中心，转变为古希腊阿波罗信仰中心的过程。蒂姆城神谕最早自西元前1400年代起，就已经影响整个古希腊世界。到西元前800年代之后，成为阿波罗信仰中心，更加举足轻重。阿波罗女祭司在此传达著名的神谕。克罗伊正是阿波罗与蒂姆城神殿虔诚的支持者，因此前来求取神谕。不过，克罗伊还要先测试一下神谕到底准不准，于是先问某一天他在做什么。祭司正确的回答，他当天用铜壶煮羊肉乌龟。克罗伊心想，这么特别的事也能说中，看来不是胡诌的，于是就很相信神谕。其实这很可能是蒂姆城有广大的情报网，吕底亚早被渗透，所以才知道克罗伊每天在做什么。克罗伊接着问他真心想问的问题：应不应该与波斯交战？本语回答：若向波斯开战，将会摧毁一个伟大的帝国。克罗伊心想，开战就会摧毁波斯，太好了，于是决定开战。但没想到，摧毁的是他自己的国家。一般常见的故事通常就说到这边就结束了，但是蒂姆城神谕其实不是这么没有商业道德，所以这次神谕还有建议他应该去寻求希腊最强大的人结为盟友，暗指先前克罗伊曾经约建造阿波罗金像的斯巴达。之后克罗伊又求了第2次神谕，前次神谕因为居鲁士刚兴起，情报不足，所以才给了模棱两可的说法。第2次时，蒂姆城已经很明白居鲁士的厉害，赶紧警告克罗伊，要是骡子当上了弥底帝王，吕底亚的尊贵足下呀，赶快从石滩的荷姆斯河逃之夭夭，千万别想抵抗，也别觉得胆怯逃亡很可耻。骡子为马与驴所生，是暗指弥底与安善混血而生的居鲁士。蒂姆城是警告克罗伊说，如果居鲁士打败了外公，千万不要跟他对抗，逃得越远越好，不要觉得逃跑很可耻。但克罗伊却从字面上解读，心想骡子不可能当弥底王啊，所以这就表示他赢定了，于是与希腊城邦结盟，向波斯开战。结果一如神谕的预测，惨遭居鲁士灭国。克罗伊的下场会如何？3大联姻强权剩下的巴比伦能逃过一劫吗？欲知详情，敬请期待下一集咯。